在中非争议海域，中国将迎来对抗美菲联合行动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生。前几天，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了美国，双方在防务合作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小马克思一再表示，美军在菲律宾增设的军事基地将不会用于攻击中国，但是这样的言论没有可信度。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发言人就直白地表示，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国可以享受更多的准入，可以使用跑道、营房以及紧急物资仓库。该协议对美军紧急情况期间的联合行动至关重要。马克思随后也承认，在台湾海峡两岸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中的增设军事基地将被证明是有用的。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东京期间，这位菲律宾总统也承认，很难想象菲律宾会在台海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中保持中立。如果说美菲配合武力介入台海还是假设性的议题，那么菲律宾以美国海警组成的联合舰队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挑战中国的主权，就将成为未来的新常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称，在南中国海或该地区的其他地方，我们将永远支持你们。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在太平洋，包括南中国海任何地方对美菲武装部队、海岸警备队船只、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美菲又发布了一份长达6页的双边防御指南文件，该文件旨在广泛加强军事合作，共同关注中国。新的指导方针强调了共同应对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在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所构成的所谓灰色地带的紧迫性威胁等等。种种迹象表明，小马克思正在两面下注，拼命寻求以五角大楼进行军事合作，从而在不全面激怒中国的情况下增强菲律宾的国防能力。与此同时，菲律宾还希望用来自中国的投资发展经济，因为这是小马克思无法从拜登那里得到的发展机会。或者说，美国只想利用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展开对抗。此后，美国官员首次证实将帮助菲律宾对仁爱礁搁浅的菲律宾破旧军舰进行补给，而中国此前只允许菲律宾向驻守在这艘破船上的军人提供食品和水，不允许获得加固船体的物资和材料。现在的问题是，一旦菲律宾的船只与美国的海警联合在南海展开对抗中国的行动，我们该如何办？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美国海警和菲律宾放在一起收拾，因为中国海警现在有足够的力量对抗这样的组合。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我们也可以搞得更加有技巧。首先，尽量与菲律宾通过协商化解矛盾，避免冲突激化。其次，如果发生美国海警船与菲律宾人一起活动，那么就瞄准菲律宾的船只下重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将面临两难：胆敢给菲律宾人出头，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美国人吃不了兜着走。最后，考虑到美军有可能向位于仁爱礁的菲律宾破旧军舰实施补给的情况，我们必须做好反击预案，不能让其图谋得逞。中国还有更绝的一招，那就是可以利用这次可能发生的冲突，把这艘破船给它整沉了。到时候无非就是打嘴仗，让美国佬得不偿失。总体而言，中国海警必须考虑到美菲联合行动的情况，我们要有一整套应对预案，充分发挥中国海警力量更强大的优势，有策略的打击美国这个搅屎棍，让菲律宾的亲美势力认清形势。美国海警虽然实力相对比较强，但是在中国海警和中国渔船面前还真不是个个儿。在所谓的灰色地带较量，中国有必要给美国人好好的上一课。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